男人掏出一根鞋带，准备上吊自尽，没成想假期吃得太胖，直接把树枝给压断了。他顿时火冒三丈，心想自己今天就吃了4顿饭，有那么馋吗？于是又换了个粗壮点的树枝，将自己的头套进绳子里。没想到就在此时，哎呀，这回树枝好好的，可绳子却断了。等他把绳子系好后，又太短了，他只好再去搬一块石头垫脚。没想到此时一个臭和尚却抢了他的自杀绳，见状他连忙上前阻止：“师傅，你要干什么？”“我要上吊。”“哎呀，师傅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师傅，你让我上吊！”师傅，男人不明白，他一个出家人，为何也要自寻短见呢？济公表示，他花了3年的缘，好不容易攒够了5两银子，本打算去酒馆好好喝一顿，不成想喝多了，银子被小偷给偷走了。回到寺庙，无法跟师傅交代，不如一死了之。男人赶忙劝说济公，因为5两银子去死实在是不值当。说着就掏出身上仅有的5两碎银，反正自己也要死了，留着也没用，不如全都拿去吧。济公一听可乐坏了，也是毫不客气的全都收下。哎呀，你这个银子没我的成色好，又碎又潮啊，将就着用吧。济公拿了银子，便把这上吊的位子让给了他，说完就大摇大摆的离开了。男人正打算继续上吊，不料济公却又折返回来。你是真死假死？真死啊！啊，你要是真死的话，那把这件衣裳也留给我算了。男人听后怒火中烧，我把银子都给你了，你却还惦记着我的衣裳。济公表示，既然你不打算活了，死了以后不是喂狼就是喂狗，岂不白白糟蹋了这件好衣裳？没想到男人还真被他给说服了，便任由济公将衣服扒去，随后更是把他的鞋子也抢走了。这样嘛，你也落得一个金光来金光去啊！这个我也要了啊！这下可好，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被济公给抢走了，现在就连上吊也吊不成了。于是他打算换个死法，唉声叹气的来到河边，毫不犹豫的就跳进了河里。可没想到河里的水还不足半米深，看得济公哈哈笑：“施主啊，回头是岸。”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？眼见暂时死不成，男人便来到岸上和济公唠起了嗑。原来他名叫董世宏，是个教书先生，每日所得的收入也仅够一家老小温饱的。不料8年前母亲突然重病，他因无钱医治，无奈只好将自己8岁的女儿卖给顾进世家做了丫鬟，换了50两银子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老母亲便去世了。为了赎回女儿，这8年来他东拼西凑，好不容易攒够了50两。可等他要去赎回女儿时，却被告知顾家已经搬家了。无奈他只好四处打听女儿的下落。没想到这天他在街上被人撞倒，而装着银子的包裹也被小偷给偷走。如今银子没了，女儿也没找到，心灰意冷的他便打算上吊自尽。济公听后觉得他甚是可怜，于是打算帮他寻找女儿。但在此之前，他非要老董先陪他喝顿酒。一醉千愁解，3杯万事和呢。而此时的老董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要面临怎样的奇幻经历。